将近20年前，很多人嫌陈信妤太疯。20年后，当很多人开始替他说话，又有人开始问，是不是讲太多了？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其实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它好像代表你可以受伤，但最好用一种不会让旁观者不舒服的方式受伤。你不能太安静，不然我们会问，真的这么严重，为什么以前都不讲？但你也不能太生气，不然我们会说他是不是情绪有问题。等到你真的开始说，又不能说太多，不然下一句就变成这已经是在报复了吧。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们真的想听一个受伤的人说话吗？还是我们只喜欢那些受了很多伤却依然很体面的人？2009年，陈信妤到纽约参加牙医考试，台湾媒体一路跟拍，最后他在街头转身怒骂记者。当时的新闻直接用了发飙、情绪崩溃，甚至情绪失控来形容他。久而久之，这些画面也变成很多人认识陈信妤的方式。可是最近，那些老画面又被重新翻了出来。很奇怪，画面完全一样，解读却开始变了。Threads 上有网友直接承认，自己小时候看新闻，真的觉得陈信妤很凶，很容易爆炸，但现在重新看，却开始怀疑，当年我们是不是只看到他爆炸的那一刻，却没看到爆炸以前发生了什么。另一篇形容他像是从地狱归来重生的贴文，公开搜寻索引甚至超过4万个赞。越来越多人开始问，也许没有变的是他，变的是我们看他的方式。但如果答案只是当年大家误会他了，那又太简单。我更在意的是，为什么同一个人的同一种愤怒，17年前我们理解成他有问题，今天却开始有人理解成他可能已经忍很久了。差别在哪里？不是他当年的表情变了，也不是他当年说过的话变了，真正多出来的是后来这10几年，我们又知道了一些事情。例如，根据《镜周刊》引述亲近扁家人士的说法，陈信妤大约30岁时就曾经动过离婚的念头。当时3个孩子还小，父亲陈水扁曾经劝他再忍耐一下。这场风波之后，他本人则公开写下一句：信妤，爸爸对不起你。但这句道歉具体包含什么，外人不能替他定义。所以我真正想谈的，不是当年的父亲到底做错了什么，而是那4个字：再忍一下。因为这句话太普通了，孩子还小，哪对夫妻不吵架？再给彼此一次机会。离婚最可怜的是小孩，我们可能都听过，甚至也可能曾经这样劝过别人。而最麻烦的是，这些话不一定是错的。有些婚姻真的会走过低潮，也真的有人多年以后庆幸自己当时没有离开。所以站在一个父亲的位置，女儿30岁，还有3个年幼的孩子，希望他再想一下，其实不难理解。甚至可能正因为爱他，才害怕他做出一个将来会后悔的决定。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我以前很少想过的问题，给建议的人通常不用支付这个建议的时间成本。再忍一下，讲完可能只需要5秒钟，可是那个留下来的人要亲自活下去，才能知道那个一下到底是半年、3年、10年，还是更久。这可能也是善意最难处理的地方。他可能真的是为你好，他甚至真的出自爱。可是如果最后判断错了，真正替这份善意支付人生的人，不是说这句话的人。Threads 上有一名曾经离婚的网友，看到这段新闻之后，谈起自己的故事。他说，自己当年想离婚时，父亲也告诉他，多为孩子想，再忍忍。而他大意是反问，孩子终究会长大，也会离巢，等到那一天，自己还剩下什么？我觉得这句话把为了孩子4个字整个翻了过来，因为我们太习惯把为了孩子当成讨论的终点。
可是它其实应该是问题的开始。到底什么才叫为了孩子？爸爸妈妈还住在同一栋房子，就叫完整家庭吗？如果两个人早就不说话，孩子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是先判断今天家里的气氛好不好，哪些话最好不要讲，那这些算不算家庭的代价？我后来才发现，我们之所以那么容易害怕离婚，也许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离婚造成的伤害太容易被看见。搬家、监护权、孩子跟谁住，每一件事情都有名字，甚至都有文件，可是留下来的代价通常没有。没有一张账单告诉你，你已经在一段没有交流的关系里花掉10年，也没有一份证明提醒你，一个孩子到底花了多少年学会每天回家先读父母的脸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比较哪一条路伤害比较小，但我们真正比较的可能只是哪一种伤害比较容易被看见。离婚是一场看得见的破裂，忍耐有时候却是一场看不见的消耗，而看不见的东西最容易被低估。更有意思的是，当年孩子还小，也是父亲劝他留下的重要理由之一。10几年后，这场争议又回到了孩子。陈信瑜最近公开主张，过去曾替3个儿子准备约2300万元，原本放在孩子名下，准备让他们未来念书、成家或买房。如今孩子都已成年，他认为这笔钱应该交回孩子。至于账户如何管理、资金去向与法律责任，目前仍有争议，不能只凭单方面说法下结论。但我在意的不是这笔钱最后谁对谁错，而是这个故事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对称。当年孩子还小，是父亲劝他留下的重要理由。10几年后，他公开追问的事情又回到了孩子。也就是说，为了孩子本身，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有人为了孩子留下，也有人最后为了孩子离开。所以真正困难的是，我们怎么那么确定自己知道什么才是另一个家庭最好的答案？可是事情发展到这里，风向又开始出现另一面。目前 Threads 上重新理解陈信瑜支持他发声的声音明显还是比较强，但也开始出现另一种看法。有人认为欣赏他终于离开一段关系是一回事，但持续公开前夫的行程、私人事情是不是已经有点过火？我觉得这个争论比你支持谁有意思太多了，因为它暴露了一件我们平常很少承认的事情：我们其实很挑受伤的人。你可以痛，但不要太难看；可以生气，但不要失控；可以把事情说出来，但不要说到让旁观者不舒服。最后如果还能补上一句我已经放下了，那就更好了。我们很容易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这个人虽然受伤，却没有让旁观的人感到不舒服。可是现实中的受伤哪有那么漂亮？真正受伤的人可能会反复，会生气，甚至沉默很多年以后，突然一次全部说出来。所以真正值得问的是，我们到底是在同情受伤的人，还是只喜欢那些受伤之后依然让我们感到舒服的人？可是如果因此就得到另一个答案，所以陈信瑜现在做什么都可以，我觉得又错了。因为那只是把以前的错误反过来再做一次。以前我们把它压成一个角色，疯女人，现在又可能把它压成另一个角色，完美受害者。但真正的人不是这样，一个人可以真的受过伤，也可能做出值得质疑的事情，可以值得理解，也可以被批评。同理不是免责，但批评一个人也不需要先否定他的痛苦。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所以真正的翻案不是以前觉得他很坏，现在改成觉得他很好。真正困难的是，我们能不能不要那么快把一个人定型？因为一旦我们说他就是不孝，他就是难搞，他就是没责任感，故事好像就结束了。我们不需要再知道别的东西。可现实生活里，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故事的开始，
你看到一个朋友突然离婚，你不知道那句我要走了，他其实吞回去过多少次。你看到一个人突然对你发火，但那也许根本不是突然，只是他的前99次你没有看到。而 Threads 上最近还有一个矛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多人开始叫媒体不要再赌陈信瑜，有人替他说话，有人想把摄影机推开，甚至有人回头检讨10几年前我们是不是太快替他下了结论。这当然是一种改变，但我们真的不再消费他了吗？因为我们一边说不要再去炒他，另一边又一直点开今天他又讲了什么，6000万、2300万又怎么了？下一个爆料是什么？这很矛盾。以前我们想看的是他崩溃，今天我们想看的是他反击，立场完全反过来了。但那个想继续看的欲望真的消失了吗？还是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比较正义的理由，继续观看同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我们可能不再想看他受伤，但我们还是很想看他的人生。也许我们确实比以前更愿意理解一个人的背景，也更愿意承认那些看不见的伤害，但我们好像还是需要一个人先拿出足够多的证据，证明自己真的很痛。婚姻、孩子、父母、贷款、财产，等到故事终于拼完整了，我们才愿意说原来如此。那他以前会那么生气，好像可以理解。可是现实里，大部分的人没有10几年的新闻记录替自己翻案，所以也许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能不能在知道全部以前晚一点下结论。如果现在再问陈信瑜这10几年到底变了多少，我反而没有那么想回答。我比较想知道的是我们变了多少。看到这里，我更在意的已经不是他当年该不该忍，也不是他今天该不该继续说，而是我们为什么总忍不住替另外一个人决定他的痛苦应该到哪里为止。所以也许下一次，当一个你很爱的人跟你说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最难的不是立刻告诉他你应该离开，也不是劝他再忍一下，而是先停下来，不要急着判断他的痛苦到底够不够严重，然后问一句，你已经忍多久了？所以最后，我不想问陈信瑜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同情，我想把问题留给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只有在知道一个人受过足够多的伤以后，才愿意允许他不那么体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真正需要翻案的可能从来不只是陈信瑜，而是我们看人的方式。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准备替一个人下定论时，或许可以先多问自己一句，我看到的真的是他的全部吗？还是只是他人生中最狼狈的那一刻？如果这句话让你想起了某个人，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留言区。我是阿和，顾爸妈没家了。如果你也愿意慢一点判断，多看一层故事，请订阅频道。我们下一个故事见。